我是老吉，是一名作家、纪录片导演。我有一个儿子叫做辛巴。在我看来，童年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字：玩儿。在他2岁半的时候，他说他想去看北极熊。这个孩子就像复读机一样，一直在说：“爸爸，我想看北极熊，我就是想看北极熊。”于是我们一家人历经了12个国家，骑着3轮摩托到达了北极。我们在10天的时间都没有看到北极熊，辛巴急得已经要哭了。最后一天，一头很大的白色北极熊慢慢的出现了。其实那个北极熊就是他的爸爸，我。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，他当时只有5岁，整整旅行了146天，成为了最小到达南极的中国人。一下子这个新闻传到国内之后，刷爆了整个朋友圈，基本上会留言有几种，说这一家人最起码有2000万、3000万吧。我的工作很普通，只是花钱的方式不一样。去北极的时候，我大概只花了30万左右。去南极的时候大概花了60万，其实只是北上广的一个卫生间而已。我把买房子的那些钱用在了旅行上面。很多人质疑，他们说：“哇，孩子这么小，他不去上学，那么他学习的成绩会不会落后？”那其实辛巴也在学英语、学西班牙语，而且是在玩之中。他去北极的旅行都要去讲英语，而去南美洲所有的旅行都要说西班牙语。他每天会遇到很多的当地的小伙伴，然后呢，他也需要去买棒棒糖、买冰淇淋，他也需要去玩，去跟别人交流沟通。我认为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给他这么一个环境，然后让他有动力去说，而不是一味性的强加的灌输。我发现今天我们中国的父母，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弄得太舒服了，就是去弱化了他适应环境的这种能力。辛巴练就了随遇而安的本事，走哪睡哪。走哪吃哪。辛巴在亚马逊森林里面，我们给他做好了最充足的准备，各种各样厚的衣服，涂防蚊膏，喷防蚊液。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天早晨凌晨醒来，在他身上有70-80个被虫子咬过的红色的包，他一直在抓，痒啊，难受啊。我跟他妈妈就问他，要不然我们就马上回到城市吧。辛巴看了看我们说，但是我还没有钓到食人鱼呢。在于我看来，健康的体魄对于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财富。在北极洗桑拿，而且洗完之后要在雪里面打滚。回来之后，我以为他动得够呛，结果辛巴没过10秒钟就说：“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次吧。”不过第2天我重感冒，他啥事儿也没有。走在路上之后，我孩子会产生很多梦想，然后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，学习，奔着这个目标前进。辛巴已经有大概20多个梦想了。有一次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去看一个古木偶演出，辛巴就说：“爸爸，我将来要当木偶艺人。”然后在美国的时候，他走上了航空母舰，然后航空母舰上有很多的飞机，他走上去之后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当航空母舰驾驶员，我要指挥飞机。”然后他现在也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最小的志愿者。辛巴特别喜欢拍照，而且也特别喜欢摔相机。他这一路上竟然不小心摔坏了3台相机，但是我还会给他买新的相机。他什么都会去拍，他甚至于连牛粪，他都会蹲在地下拍一张再一张，换着花样。孩子所看到的这种视角，那种被我们大人忽略的细节，太多。就是所有人都问我这个问题，说：“哎，这小孩生病怎么办？”但是我想反问一句：孩子在家里就不生病吗？我们随身带了很多的药，然后把沿途上很多医院的电话地址全部留下来。辛巴在环球旅行当中，他只生病过1次，让孩子多去运动，多去野，那么他有非常强的免疫力。我建议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旅行，一定要越慢越好。
常规来说，2个人一天可以玩5个地方。那么如果你带孩子的话，你一天只玩1个地方就够了。你不见得去南极、去北极，你可以去新疆、去西藏，你可以去普陀山，你可以去北京的香山。我们认为放下手机，放下一些俗事，用心的去陪伴孩子成长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走得潇潇洒洒，让我们的高山人之大。